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冯绍峰没说谎，离婚5年后，赵丽颖的真面目终于藏不住了。赵丽颖这个人，说起来确实挺特别。外界关于她复婚、怀2胎的消息，足足传了2个月，铺天盖地的讨论不断，可她始终没有站出来解释过一句。结果呢？她只是穿着一身黑裙，出现在活动现场，往台上一站，利落的身形，紧致的状态，坚定的气场，所有流言仿佛瞬间失去了支撑。曾经，她的前夫冯绍峰说过一句话，当时很多人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如今回头再看，却发现那句话似乎早已经道出了赵丽颖真实的性格。一个把演戏当成生命一部分的人，又怎么可能轻易按照外界安排好的剧本生活？真相这种东西，时间终究藏不住。赵丽颖复婚、生2胎的传闻，曾经有一段时间传得像真的一样。故事的开端其实简单的甚至有些荒唐，只是机场几张照片而已。照片里，她穿着一件宽松外套，腹部位置因为角度原因显得稍微圆润了一些。就这样一个普通画面，被一些营销账号拿出来大做文章。随后，又有人声称自己掌握内部消息，说得像亲眼见证一样，从所谓的复婚时间线到2胎预产期，甚至连在哪家医院检查都被编得有模有样。可这类消息之所以能够传播，并不是因为编造的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刚好迎合了很多人心里固有的想象。在不少人的传统观念里，女性最终似乎还是要回归家庭，婚姻圆满，儿女双全才算人生完整。离婚后重新复合，再生一个孩子，这样的故事符合大众对于圆满结局的期待，所以总有人愿意相信。但赵丽颖面对这些传闻的态度，却简单到令人意外，没有回应。她的工作室依旧按照正常节奏发布每月行程，密密麻麻的安排从剧组拍摄到品牌活动，再到杂志合作，几乎没有空闲时间。狗仔持续关注了2个月，也没有拍到她与冯绍峰同框的画面。前段时间某珠宝品牌活动现场，她穿着一袭黑裙亮相，腰线干净利落，整个人状态比前几年还要紧致有精神。现场记者拍下的生图曝光后，网友在评论自己便开始重新审视此前的传闻。与此同时，冯绍峰那边也一直保持沉默，从始至终没有回应过任何一句话。这对已经结束婚姻关系的前夫妻，在面对外界离谱猜测时，反倒展现出一种难得的默契。冯绍峰过去接受采访谈到赵丽颖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这个人的世界里几乎全是戏，做任何事情都认真的不得了，事业永远排在他心里的第一位。当年这句话传出来时，不少人站在不同角度解读，有人觉得冯绍峰是在感叹妻子太过专注事业，甚至有人认为那是在表达婚姻中的无奈。但如今重新听完整段采访，才发现那更像是一种了解之后的描述，而不是抱怨。毕竟，真正长期陪伴过一个人的人，才最清楚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冯绍峰和赵丽颖相处多年，他看到的是外界看不到的那个赵丽颖。他是真的把演戏当成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后来有粉丝翻出了冯绍峰采访的完整视频，画面里的他坐在沙发上，语气很平静，就像是在聊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他说，赵丽颖拿到剧本之后几乎不会放下，吃饭的时候看，化妆的时候看，甚至躺在床上休息时还在研究剧本。不仅自己的台词要背熟，就连对手演员的部分，他也会提前熟悉。拍戏过程中，如果导演喊了结束，但他觉得某个地方还有提升空间，就会主动去沟通，询问是否能够再拍一条。
这种对表演近乎执着的状态，在业内有一个形容词：戏痴。而一个戏痴的生活节奏，往往和普通人完全不同。普通人安排生活，通常会先考虑家庭、朋友、休息，再安排工作。而对于真正投入事业的人来说，顺序可能完全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围绕工作展开，生活只能被挤在剩余的缝隙里。赵丽颖这些年接戏的节奏，从未真正慢下来。生完孩子不久，她便重新进入剧组，离婚之后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外界还在讨论她感情有没有新的变化时，她关注的可能是下一场戏的镜头怎么设计，人物情绪应该如何递进。每天拍完戏回到酒店，可能连打开手机刷消息的力气都没有，外面的各种声音自然也不会成为她生活的重点。所以冯绍峰说她事业排第一，并不是一种否定，反而像是在替她解释为什么这个女人选择了一种和大多数人不同的人生方式。只是很多人关注的是八卦，却忽略了这句话背后的理解。这场关于复婚、生二胎的传闻，从头到尾攻击的核心，其实都是在讨论她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合格的母亲。但赵丽颖最看重的身份，始终只有一个：演员。如果真正理解这一点，就会发现那些传闻其实很难站得住脚。她从来没有按照别人期待的方式生活，过去如此，未来也不会改变。赵丽颖的人生其实就是一部从普通女孩一路成长为实力演员的奋斗史。她刚进入娱乐圈时，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她。1987年，她出生在河北廊坊一个普通家庭，家里没有从事影视行业的人，也没有能够帮助她进入圈子的资源和人脉。她曾经读的是中专空乘专业，毕业后做过销售，站过柜台，也发过传单。那个时候的她和演员这个职业之间似乎隔着很远的距离。2006年，雅虎搜星选秀活动给了她一个机会，她鼓起勇气报名，没想到最终获得冠军。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她意外推开了娱乐圈的大门。但真正进入这个圈子后，她才发现梦想背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光鲜。那时候影视圈流行的是精致的瓜子脸、尖下巴，而赵丽颖的圆脸并不符合当时主流审美。有人看到她的照片后直接表示，这样的长相撑不起女主角，最多只能演一些配角。甚至还有更刺耳的话，有导演当着她的面评价她的外貌，说她的嘴巴像猪嘴。换做很多人，或许会因为这些否定选择离开，但赵丽颖没有。从那以后，她接下一个又一个小角色，从丫鬟到路人，再到没有名字、没有多少台词的角色，她一步一步积累经验。整整7年时间，别人可能已经换了方向，她却在横店一个剧组接着一个剧组的坚持。拍打戏，她尽量不用替身。吊威亚留下伤痕，身体青一块紫一块，第二天依然准时起来化妆拍戏。2013年，陆贞传奇成为她事业的重要转折点，观众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个圆脸姑娘原来也能够撑起一部作品。2015年，花千骨爆红，她饰演的小骨成为那个夏天无数观众讨论的话题。但成名之后，她没有选择放慢脚步。1年365天，可能有360天都在剧组，甚至春节也在片场度过。长期高强度工作让他身体留下伤病，脊椎的问题让他在阴雨天气会感到疼痛，可他很少拿这些事情出来诉说。他曾说过一句话：别让我逮着机会，逮着了我一定死死抓住。这句话其实就是他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后来结婚生孩子，外界曾猜测他会暂时放慢事业脚步，把更多时间放在家庭上。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播出证明，他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比过去更加成熟稳定。再后来，幸福到万家中，他饰演农村女性何幸福；风吹半夏中，
她挑战钢铁行业女老板许半夏，这些角色一个比一个有挑战，也完全跳出了过去仙侠剧的舒适圈。这哪里像是准备退回家庭的状态，更像是一个演员完成成长之后，开始主动寻找新的可能。这些年，赵丽颖挑选作品的方向越来越明确，她不再只是追求曝光，而是更关注角色本身，只选择自己没有尝试过的类型，只挑战那些不好演、难突破的角色。大量仙侠偶像剧剧本递到她手中，她也选择拒绝，而是一心往现实题材方向探索。所以再回头看那场持续2个月的复婚传闻，其实放在赵丽颖整个人生轨迹里，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传闻来了，又散去，她没有解释，也没有争辩，甚至没有停下来回应。冯绍峰曾说，赵丽颖的世界里全是戏。如今看来，这句话确实没有夸张，只是她演的从来不是别人安排好的人生剧本，而是属于自己的故事。下一幕该走向哪里，始终由她自己决定。赵丽颖这些年最让我佩服的，从来不是她拿过多少奖，也不是她有多高的人气，而是她面对外界声音时那份始终如一的冷静。娱乐圈每天都有新的热点，有人拼命解释，有人急着澄清，可她却总是选择用行动代替回应。这一次关于复婚、生2胎的传闻持续发酵了整整2个月，网络上各种版本层出不穷，甚至连所谓的时间线都被编织得十分完整。可直到最后，大家才发现，真正回应这些留言的，不是一篇声明，而是赵丽颖本人站在活动现场时展现出来的状态。当她穿着黑色礼服亮相的那一刻，很多猜测其实已经不攻自破。没有所谓怀孕后的变化，也没有刻意营造的话题，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整个人依旧干练、自信，眼神里透露出的从容，比任何解释都更有说服力。这种面对流言不慌不忙的态度，其实正是赵丽颖这些年最真实的一面。很多人重新提起冯绍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的世界里几乎全是戏，事业永远排在第一位。过去这句话曾被不少人误读，甚至有人把它理解成婚姻里的遗憾。但如果结合赵丽颖这些年的成长轨迹再去看，反而会发现，那更像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尊重。真正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从来不是一个会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的人。看过赵丽颖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认真。她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很少让观众觉得重复。陆贞传奇的坚韧，花千骨的纯真，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盛明兰的隐忍，幸福到万家中和幸福的倔强，风吹半夏里许半夏的果断，每一个人物都有完全不同的生命力。这并不是因为角色幸运，而是因为赵丽颖愿意花时间去理解人物，愿意不断突破自己。娱乐圈里漂亮的演员很多，但真正能够让观众记住角色的人却没有那么多。赵丽颖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她一直没有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很多演员成名之后，会不断重复已经成功的类型，因为风险最小，收益最高。但赵丽颖却偏偏选择最难走的一条路，从古装偶像剧一路转向现实题材，从甜美少女成长为能够驾驭复杂人物的大女主。她几乎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争议，可最后又总能靠作品证明自己。其实她一路走来并不轻松，没有科班背景，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更没有所谓的天选女主光环。圆脸曾经成为别人否定她的理由，普通家庭出身也让她比很多人付出了更多努力。别人看到的是她今天的成功，却很少有人记得她曾经在横店默默跑了7年剧组，一个小角色接着一个小角色的积累经验。正因为经历过那些不被看见的日子，所以今天的赵丽颖比任何人都珍惜每一次站在镜头前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没有时间去迎合外界对她人生的各种期待。很多人总希望看到一个符合传统定义的圆满故事，
觉得女人最终还是应该回归家庭，婚姻幸福，儿女双全才算成功。可赵丽颖显然有自己的答案，她没有刻意去证明什么，也没有反驳什么，而是继续拍戏，继续工作，继续挑战新的角色。她真正想证明的，从来不是自己的感情生活，而是自己的专业能力。我特别喜欢她近年来选择作品的方向，她没有沉迷于流量，没有不断重复已经成功的模式，而是不断寻找新的突破。从现实题材到女性成长，再到复杂人物塑造，她越来越像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演员，而不仅仅是一位明星。这样的成长比任何热搜都更加珍贵。很多人说赵丽颖越来越沉默了，我倒觉得她不是沉默，而是越来越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回应。真正有实力的人，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争论里。作品才是演员最大的底气，角色才是最好的发言权。当大家还在讨论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时，他已经悄悄完成了下一部作品的准备。回头再看冯绍峰当年的那句话，确实让人感慨。赵丽颖的世界里，最重要的始终都是表演，不是因为她不重视生活，而是因为她知道，演员最珍贵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塑造新的角色，不断突破过去的自己。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能从一个普通女孩一步步成长为今天备受认可的实力演员。所以，比起那些转瞬即逝的留言，我更愿意相信时间留下来的答案。流言终究会过去，热搜终究会消失，但真正优秀的作品会一直留在那里。赵丽颖这些年的经历也再次证明了一件事，一个真正专注于梦想的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生活，因为他早已把最好的答案写进了一部又一部作品里。被传复婚带娃仅1个月，好友爆赵丽颖真实现状，冯绍峰当初没撒谎。上个月，网络上突然掀起了一阵关于赵丽颖和冯绍峰复合的热议。赵丽颖、冯绍峰复婚同居，带着儿子一起生活快1个月的消息一度刷屏，甚至还有传闻趁冯绍峰母亲送出价值千万的翡翠，希望两人能够重新走到一起。各种细节被说得有模有样，仿佛一场破镜重圆的大戏正在现实中上演。不少网友抱着期待的心情等待两人官宣复合，甚至已经开始幻想一家3口重新生活在一起的画面。然而，就在这些传闻被炒得最热的时候，有圈内好友透露了赵丽颖真实的生活状态，结果却发现现实并没有网友想象中的浪漫剧情。所谓的复婚、同居，不过是一场被放大的猜测。而顺着这些传闻回头看，才会发现冯绍峰当年在采访中说过的那些话，其实并没有骗人。这段曾经让无数网友觉得意难平的婚姻，从相遇、结婚到分开后的种种传闻，背后其实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原因。很多人只看到了表面的遗憾，却忽略了2个人真正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一句复合就能解决的。关于2人复婚传闻的起点，其实来自一次偶然的路人拍摄。去年9月，有网友拍到赵丽颖和冯绍峰一起送儿子上学的画面。照片里，2人一前一后出现在校园门口，没有过多交流，也没有刻意表现亲密，只是在共同照顾孩子。但这张普通的父母送孩子上学照片，很快被营销号包装成了旧情复燃频繁私下见面。从那以后，只要2人出现在同一个亲子活动中，网络上就会出现新的复婚实锤。有时候，冯绍峰带孩子去游乐园被拍，第2天网上就传出赵丽颖也在现场的消息。有时候，赵丽颖带儿子逛商场，转眼又有人爆料冯绍峰正在地下车库等待母子2人。一张普通照片，在流量推动下，被不断解读出各种不存在的剧情。其中最夸张的一次，是今年5月，有博主直接声称2人已经秘密复婚，并且带着孩子共同生活了近1个月。
甚至连家里的保姆换成了双方都熟悉的老人，这样的细节都被编了出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少网友真的相信两人已经为了孩子重新走到了一起。大家都觉得曾经相爱又有孩子牵绊的两个人，最终选择和好，似乎也是一个圆满结局。但很少有人认真思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离婚后的父母共同陪伴孩子，本来就是正常的责任。两个人为了孩子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并不代表感情复合。为什么一定要把父母之间的正常相处解读成重新开始？这类复婚传闻之所以能够反复出现，本质上是因为它满足了大众心中的某种期待。很多人天然认为，有孩子的夫妻就应该组成完整的家庭。相比于平静分开、破镜重圆的故事，显然更容易让人产生情绪共鸣。营销号也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一张模糊的路透照片，一句没有来源的爆料，再加上一些所谓知情人士的描述，就能加工成一篇充满戏剧性的文章。从私下约会到见双方父母，再到怀二胎、补办婚礼，剧情越来越离谱，但讨论度也越来越高。因为这样的故事永远能够吸引关注，久而久之，谣言重复次数多了，很多人甚至开始把它当成事实。有人主动替两人寻找理由，说他们只是为了保护孩子，所以暂时不公开。有人相信，只要时机成熟，两人一定会正式官宣复合。大家沉浸在自己想象出来的圆满结局里，却忽略了现实中的两个人可能早已经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些传闻如此离谱，当事人为什么没有早点回应？直到相关消息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开始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赵丽颖工作室才正式出手。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模糊回应，而是直接发布律师声明，并附上法院立案回执。声明中明确指出，网络上关于赵丽颖和冯绍峰复婚、同居、怀二胎、补办婚礼等内容，均为恶意捏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次维权也不是简单的警告。赵丽颖团队共固定了107条造谣内容，并将传播最严重的一批账号诉诸法律。最终，相关账号不仅需要公开道歉，还要承担相应责任。消息公布后，之前疯狂传播这些消息的营销号纷纷删除相关内容，热度也迅速下降。有工作人员透露，除了孩子相关事务，两人私下几乎没有单独联系，更不存在外界想象中的频繁约会。那些所谓暧昧同框，大多都是孩子的公开活动。活动结束后，两人便各自离开，保持着成年人之间应有的距离。有人认为，面对这些传闻没必要太认真，但对于赵丽颖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谣言消耗的不只是个人形象，也可能影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生活。所以，比起模棱两可的回应，他选择用最明确的方式划清界限。而在辟谣之后，赵丽颖如今真实的生活状态也逐渐被外界了解。过去大半年，她确实减少了公开活动，甚至有长达4个月没有频繁露面的情况。但原因并不是外界猜测的备孕，也不是为了复婚做准备，她只是主动放慢了生活节奏，把更多时间留给孩子。赵丽颖曾在采访中说过，戏可以明年再拍，但孩子的成长错过了，就很难重新补回来。所以这段时间，她减少了一些综艺和商业活动安排，每天按时送儿子上学，有时间就陪孩子去公园、逛书店，晚上陪着孩子搭积木、讲故事。那些曾经因为工作忙碌而错过的亲子时光，她正在一点点弥补。除了陪伴孩子，她也没有停止自我提升，练字、健身、研究剧本。她的状态反而比过去长期高强度工作的时期更加放松。7月中旬，赵丽颖现身上海参加品牌活动，齐耳短发搭配黑色吊带长裙，整个人气质干净利落，肩颈线条紧致，
状态明亮而自然，完全看不出她受到外界传闻影响。事业方面，她依旧保持稳定发展，不仅获得继范熙全球彩妆及香氛双线代言，还有多个高端品牌合作，待播作品也依然保持高质量配置。所谓为了家庭放弃事业，从来都不是她的人生选择。回头看冯绍峰过去的采访，有些话如今再听，意味更加深刻。他曾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怀疑赵丽颖到底是真的喜欢自己，还是只是到了某个年龄，需要一段稳定的婚姻。这句话当年曾引发不少争议，有人觉得他太敏感，认为他身在幸福中却不懂珍惜，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刻意表现自己的委屈。但如今再看，这份不安其实恰恰反映了两个人婚姻中的核心差异。冯绍峰性格细腻，更重视家庭陪伴，也向往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而赵丽颖从一个普通女孩一路奋斗到今天，事业已经成为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理性、坚定，也习惯不断向前突破。他们离婚声明中提到的聚少离多，节奏不同，其实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客套话。一个希望停下来享受稳定生活，一个仍然想继续追求事业高度。两个人对于婚姻的期待，从一开始就存在差异。当初宣布离婚时，冯绍峰说：“日子很长，过去很好，愿未来更好。”没有指责，没有争吵，更像是一场平静而成熟的告别。很多人认为明星离婚一定是因为第三者或者家庭矛盾，但赵丽颖和冯绍峰的情况并不是这些传统剧情。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人生方向和优先级不同。赵丽颖出身普通，一路靠自己努力走到今天。她比很多人更清楚，作品和事业是她最大的安全感。婚姻和孩子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她人生的全部。她不会为了任何关系停止成长，也不会放弃自己建立起来的事业。而冯绍峰成长环境不同，他家庭条件优越，进入娱乐圈后也拥有不错的发展基础。对他而言，事业是人生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目标。他更加渴望稳定陪伴，希望拥有温暖的家庭生活。这种需求上的差异，并不是感情深浅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两个人都有足够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即使分开后依然能够体面相处，即使都深爱孩子，也未必一定会重新走到一起。因为真正的问题没有改变，复婚也可能只是重新面对过去的矛盾。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离婚后的相处方式反而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成熟范例。他们没有把离婚变成互相攻击的战场，也没有利用孩子作为筹码。相反，两个人认真履行共同抚养责任。孩子的家长会、生日、重要亲子活动，只要时间允许，他们都会参与。他们希望孩子明白，即使父母不再是夫妻，依然都是爱他的。平时带孩子，两人也会合理安排时间，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来自父亲和母亲双方的陪伴。更难得的是，他们依旧会尊重彼此的事业。冯绍峰电影入围国际电影节时，赵丽颖曾给予支持。赵丽颖新作品上线时，冯绍峰也会帮忙宣传。他们没有成为陌生人，也没有刻意回避，更像两个曾经深爱过，如今依然彼此尊重的老朋友。很多人说离婚意味着失败，但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成年人的分开并不一定需要撕破脸，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各自走向适合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是一种好的结局。网上总有人期待离婚夫妻重新复合，他们觉得为了孩子就应该重新组成家庭。可现实并不是所有感情都适合回头，不是所有分开都代表遗憾。如今的赵丽颖事业稳定，陪伴孩子，状态越来越松弛。冯绍峰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拍戏，陪伴孩子，低调而平稳。两个人都在朝更好的方向前进。
又何必一定要重新走回同一条路？感情从来没有唯一答案，结婚不是人生终点，离婚也不是人生失败。能够相爱时认真付出，分开时保持体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已经是一种难得的成熟。对于赵丽颖和冯绍峰来说，也许最好的结局不一定是重新成为夫妻，而是带着曾经的美好，各自拥有更适合自己的未来。赵丽颖这些年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并不是她拍了多少爆款作品，也不是她拿到了多少代言，而是在面对外界铺天盖地的猜测时，她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冷静。最近这场关于复婚、同居、带娃、怀二胎的风波，几乎占据了不少娱乐新闻版面。各种所谓的知情人士，各种细节满满的爆料，让很多人一度真的相信她和冯绍峰已经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可当工作室用法律声明正式辟谣之后，大家才发现，那些看似真实的故事，不过都是网友和营销号共同编织出来的一场幻想。其实认真想一想，赵丽颖和冯绍峰一起送孩子上学，一起参加孩子的重要活动，本来就是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离婚并不代表不能共同陪伴孩子，更不能因为两个人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就自动等于感情复燃。很多时候，大家更愿意相信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而不是接受成年人之间和平分开的现实。正因为如此，复婚的话题才会一次又一次成为热点。我反而觉得，赵丽颖这一次没有选择沉默，而是用法律维权，把谣言彻底澄清，是一种对自己、对孩子负责的态度。明星确实生活在聚光灯下，但他们依然有保护家庭和孩子的权利。当谣言已经开始影响正常生活时，及时划清界限，比任何含糊回应都更有力量。很多人总觉得赵丽颖这半年减少公开露面，是不是准备复婚，是不是准备再生孩子？但事实证明，她只是主动放慢了脚步，把更多时间留给孩子，也留给自己。她没有消失，只是学会了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寻找新的平衡。陪孩子上学、讲故事、逛公园、看书，这些平凡的小事，反而让人看到一个更加真实、更有温度的赵丽颖。一直以来，我都很欣赏赵丽颖身上的那股韧劲。从农村女孩一路奋斗到今天，没有背景，没有捷径，每一步几乎都是靠作品走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她始终把事业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对于赵丽颖来说，作品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她一点一点拼出来的人生底气。她不会因为外界期待就轻易改变自己的节奏，也不会因为婚姻结束就否定自己曾经的选择。再回头看冯绍峰曾经说过的话，也许会发现当年的很多争议，如今都有了新的理解。他曾坦言，自己有时会怀疑赵丽颖到底是真的爱自己，还是只是到了适婚年龄。那句话曾经被不少人批评，但放到今天来看，更像是一种对婚姻状态的不安。两个人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期待不同。一个更向往家庭陪伴，一个依然希望不断挑战事业的新高度。当人生方向出现分岔的时候，再深的感情也未必能够解决所有现实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始终认为他们离婚后的相处方式比很多所谓的童话式复婚更加值得尊重。他们没有互相指责，没有消费彼此，也没有把孩子卷入舆论之中。为了孩子，他们依然能够坐下来共同完成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为了彼此，他们依然保留着最基本的尊重和体面。这份成熟其实比重新走到一起更加难得。7月中旬，赵丽颖重新出现在上海品牌活动现场时，很多网友第一眼关注的是她的状态。短发、黑色长裙，没有刻意营造少女感，也没有过分追求华丽，却让人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那种松弛感，不是化妆可以打造出来的，
而是一个人真正找到生活节奏之后自然流露出来的从容。经历过婚姻，经历过争议，经历过流言，她依旧能够微笑面对镜头，这份内心的稳定比任何热搜都更有说服力。这些年，赵丽颖一直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圈，从古装偶像剧到现实题材，从甜美少女到成熟女性，她一步一步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蜕变。她没有停留在过去的光环里，而是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大家才会看到她即使减少曝光，依然拥有稳定的作品和品牌认可。真正有实力的人，从来不需要靠绯闻维持热度。其实，很多网友之所以希望赵丽颖和冯绍峰复婚，并不是因为了解他们，而是因为大家都希望童话能够继续，希望孩子拥有完整的家庭，希望曾经相爱的人能够重新牵手。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现实终究不是电视剧。成年人最大的成熟，不是一定要重新开始，而是能够接受有些故事已经走到了最合适的终点。如今的赵丽颖有自己的事业，有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有继续成长的空间。冯绍峰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节奏，两个人都认真履行父母的责任，也都尊重彼此的人生选择。这样的关系也许不是网友期待的结局，却未尝不是最适合他们的答案。作为一路关注赵丽颖成长的观众，我越来越觉得她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所谓的传奇经历，而是在每一次人生转折面前，都能坚定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走。面对谣言，她选择用事实回应；面对生活，她选择认真陪伴孩子；面对事业，她依旧保持初心，不断挑战新的角色。这样的赵丽颖，也许不会满足所有人的幻想，却活成了最真实、最清醒的自己。而这份真实，恰恰比任何复婚童话都更加值得欣赏。赵丽颖罕见出席品牌活动，换新发型惊艳全场，身材颜值不像38岁。许久未在公众面前出现的赵丽颖，终于在7月15日打破了沉寂，罕见地出席了某品牌的公开活动，引起了网络上热烈的讨论和关注。从网友上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赵丽颖身着一袭黑色吊带裙，简单却不失优压，搭配上全新的发型，整个人散发出年轻而自信的气息。她的神态显得格外轻松，皮肤白皙紧致，身材依旧纤细高挑，无论是面容气质还是身体比例，都完全看不出她已经是一位母亲。更令人惊叹的是，赵丽颖已经38岁了，这般状态令人羡慕不已。尤其是她换上了干净利落的短发，许多网友纷纷把她与泡芙小姐的甜美形象联系在一起，赞叹她的美丽几乎让人移不开眼。据悉，这次亮相是赵丽颖消失数月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选择了静心生活，陪伴孩子逛街、爬山、散步，把时间都投入到家庭和自我调养中。因为长时间没有公开出席活动，网上甚至一度流传她要退出娱乐圈的消息。但如今看来，这些传闻不过是空穴来风。赵丽颖只是默默为自己和家庭充电，重新整理生活节奏。对于赵丽颖这样的顶流女星而言，流量和名气已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她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演技也早已获得业内和观众的高度认可。无论在哪个时代的娱乐圈，她都属于顶尖的存在。只要遇到合适的剧本，她依旧会选择回到镜头前，继续用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继续书写属于她的光彩篇章。很多人都说，娱乐圈最怕的是消失，可赵丽颖却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有实力的演员，从来不需要靠天天刷存在感来维持热度。看到她这次久违的出现在品牌活动现场，我最大的感受不是惊艳，而是一种久别重逢后的安心。那个熟悉的赵丽颖，依然带着属于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却依旧能够成为全场最耀眼的焦点。一袭简洁的黑色吊带长裙，
没有刻意堆砌华丽的珠宝，也没有夸张的造型设计，却把赵丽颖如今的气质衬托得更加高级。尤其是她换上的利落短发，让整个人少了一分过去甜美少女的青涩，多了一份成熟、自信与从容。很多网友说她像动漫里的泡芙小姐，我反倒觉得，如今的赵丽颖早已不需要依靠任何角色去衬托自己，她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魅力。镜头扫过她微笑的瞬间，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松弛感，比任何精修照片都更有感染力。最让我佩服的是，已经38岁的赵丽颖，状态依旧令人惊叹。很多明星会拼命用滤镜、修图去掩饰岁月的痕迹，而赵丽颖却始终给人一种真实自然的感觉。她的皮肤依然细腻，身材保持得非常匀称，整个人散发着健康而充满活力的气息。可真正让人觉得她年轻的，并不是外表，而是眼神里的光。那种坚定、自信又温柔的神态，让人完全忘记年龄，只会觉得她越来越有魅力。其实，仔细回想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会发现她已经悄悄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人生蜕变。从最初那个努力打拼的女孩，到后来成为观众心中的实力派演员，再到如今学会平衡事业与家庭，她始终没有停止成长。她没有因为外界的评价而迷失方向，也没有因为获得成功而停下脚步。相反，每一个阶段，她都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过去几个月，她几乎淡出了公众视线。网络上关于她退圈、隐退、减少工作的各种猜测层出不穷，还有不少人不断制造话题，希望从她身上获取流量。可赵丽颖始终没有急着回应，更没有刻意制造新的热搜，而是把时间留给了家人，也留给了自己。陪伴孩子散步、逛街、爬山，享受普通人的生活，这样的选择看似平淡，却比任何高调营销都更有力量。很多人总觉得，一个演员如果长时间没有曝光，就意味着人气下降。但赵丽颖再次告诉大家，真正优秀的演员，从来不是依靠曝光率活着，而是依靠作品说话。她拥有观众多年积累下来的信任，也拥有一部又一部经典作品留下来的口碑。只要她重新站到镜头前，大家依旧会期待她的新角色，依旧愿意走进影院，打开电视去支持她。这份影响力，不是短暂流量能够相比的。作为观众，我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赵丽颖。她没有刻意营造所谓的完美女性形象，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永远年轻的偶像。相反，她接受年龄的增长，接受人生角色的变化，也接受生活给予她的一切经历。正因为如此，她身上才多了一份很多年轻演员难以拥有的厚重感。那不是岁月带来的疲惫，而是经历沉淀后的自信与从容。如今的娱乐圈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新人不断涌现，各种营销层出不穷。但真正能够一直留在观众心里的，始终还是那些认真演戏、认真生活的人。赵丽颖之所以能够一路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她从未遇到困难，而是因为每一次面对质疑，她都选择用行动去回应，而不是用语言去争辩。她把所有精力放在作品上，把所有成长留给时间，这样的坚持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地方。这次品牌活动更像是一次轻松的回归，而不是刻意宣告自己的存在。她没有高调喊出口号，也没有借机制造话题，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就足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与优雅，让人相信她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也找到了演员与普通人之间最舒服的平衡。或许未来的赵丽颖不会像以前那样频繁拍戏，也不会每天占据热搜榜，但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于真正热爱表演的人来说，作品的数量从来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每一次出现都能够带给观众新的惊喜。相信只要遇到真正值得出演的角色，她依然会全力以赴，
用精湛的演技再次打动无数观众。而对于喜欢她的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或许就是看着她越来越幸福，越来越自在，也期待她继续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赵丽颖上海高调亮相，比例失衡，礼服一言难尽，新人廉价造型翻车。讲真，这次上海季范西红毯让不少吃瓜博主表示没眼看，同场艺人的差距真的太残忍了。精心打扮全程翻车，有人天赋绝佳却白白错失爆火机会。红毯生图就是照妖镜，空有精致妆容，穿搭翻车尽显小家子气。整场红毯看下来，最意难平，觉得最可惜的绝对是新生代小花王颖璐。之前一直觉得她颜值很能打，当天的妆容更是精致到挑不出毛病，妥妥的千金氛围感，只要穿搭在线，绝对是能出圈的程度。结果万万没想到，一套穿搭直接把所有美感全毁了，真的太可惜了。这次选了全套牛仔造型，短外套搭白衬衫加牛仔长裙，单看搭配思路很日常，很清爽，没什么大硬伤。但懂时尚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套衣服的质感真的拉胯到离谱。高清生图镜头下完全藏不住破绽，面料软塌没型，版型粗糙，没有半点高奢活动该有的挺阔感。说直白点，就是网红100元瓶接货的既视感，廉价感扑面而来，和纪梵希的高奢调性完全不搭边。他这次翻车根本不是款式老旧，而是完全不会扬长避短。王颖璐本身身形特别瘦小单薄，骨架偏小，自带柔弱的少女感，可牛仔材质偏偏又硬又厚重，硬生生压住了她的气质，人和衣服完全脱节，整个人被穿搭衬得更小只、局促，满满的小家子气，一点出席高奢盛典的大气场都没有，太掉档次了。妆容真的堪称完美，精致又显贵，妥妥的高颜值 buff 叠满。结果硬生生被一身廉价牛仔穿搭拖了后腿，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颜值和妆造，也彻底暴露了很多娱乐圈新人的通病，空有好看的脸蛋，时尚审美跟不上，完全不懂穿搭适配场景，真的很难出圈。丁香园跨界亮相，如果说王颖璐是翻车遗憾，那18岁花滑小将丁香园绝对是这场红毯的最大惊喜。作为体育圈的新生代潜力股，颜值身材在体育圈本来就很能打，这次跨界首登高奢时尚红毯，一出场直接被惊艳到，青春元气感秒杀不少刻意装成熟的流量艺人。对比翻车的王颖璐，丁香园的穿搭审美明显在线，一身黑色修身毛衣搭配格纹半身短裙，经典学院风版型利落干净，配色高级低调，完美贴合她的年纪和干净纯粹的气质。常年专业运动练就的体态优势格外亮眼，双腿纤细匀称，线条流畅，身姿挺拔舒展，自带松弛又干净的少年感，在一众刻意打扮的艺人中格外出众。妆发也拿捏得恰到好处，清爽的花苞头减龄又灵动，把精致五官和优越的肩颈线条完全凸显出来，甜度直接拉满。但有网友认为整套造型唯一的败笔是突兀的方形耳饰，又大又夸张，和温柔干净的学院风完全不搭，显得格外累赘突兀，好好的高级氛围感瞬间被拉低一个档次，真的太多余了。其实配饰瑕疵都是小问题，常年泡在赛场的他很少接触娱乐圈的时尚活动，全程肉眼可见的紧张拘谨，不敢抬头看镜头，不会摆姿势，几乎零互动，身姿僵硬放不开，满满的青涩感。也正是因为这份放不开，整场活动下来，他几乎没有一张能打的正面高清出圈图，全网能找到的基本都是侧身、背影和低头的抓拍。明明硬件条件吊打一众艺人，却因为经验不足、气场不够错失机会，太可惜了。赵丽颖休整归来压轴登场，有前面2位的对比铺垫，本场红毯的压轴大魔王赵丽颖一出场直接断层碾压，休整属越低调回归，
作为纪梵希全球彩妆及香氛代言人，她妥妥的压轴牌面，仅凭一己之力就把整场活动的时尚质感拉高了好几个档次，亮相瞬间直接刷屏热搜，热度断层第一。这次赵丽颖的造型完美诠释了极简极高级。一身纪梵希2026秋冬黑色蝴蝶结调带露背长裙，没有繁杂的印花刺绣装饰，全靠精准利落的剪裁勾勒身形，简约大气又贵气十足。后背的微露设计分寸感绝佳，恰到好处展现优美的背部线条，性感却不浮夸，优雅又不失张力。最让人惊艳的不是高定礼服，而是她的体态状态。本以为休整许久，多少会有点松弛浮肿，结果完全出乎意料。手臂、后背线条紧致流畅，没有一丝多余赘肉，清晰的肌肉线条透着健康的力量感，整个人挺拔又松弛，气场全开。搭配利落的法式短刘海，飒爽中带着一丝乖巧，气质层次感直接拉满，谁看了不说一句顶流就是顶流。不过人红是非多，全网吹爆的同时，网上也冒出了不少争议。很多网友吐槽赵丽颖状态下滑，脸型变方圆，下颌线棱角变弱，直言她发腮了，甚至调侃她从欠瘦小花变成了金刚芭比，争议声一直没断过。但我真心觉得，这根本不是颜值翻车，而是女星最高级的状态蜕变。老粉都清楚，赵丽颖前几年拍戏太拼，过度消瘦导致面颊严重凹陷，骨骼感突出，看着憔悴又疲惫，灵气都快耗没了。现在适度增肉，体态饱满紧致，褪去了青涩单薄，多了30岁女星独有的从容大气，明明是变精致、变高级了。说实话，早就厌倦了娱乐圈病态的白瘦幼审美。赵丽颖这种靠常年自律练出来的紧致体态、健康力量感，才是30+女星最硬核的底气，也是真正经得起镜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高级美感。一场时尚盛典。作为常年蹲守娱乐圈的博主，看完这场红毯感触很深。同一场舞台，3位艺人3种天差的别的表现，真的太真实了。娱乐圈的圈层差距从来不是靠流量和粉丝吹出来的，每一次镜头前的气场和质感都是日积月累沉淀出来的。娱乐圈的时尚比拼从来不只看一张好看的脸，颜值只是入门基础，审美认知、体态管理、镜头气场、临场经验，每一项都至关重要。很多新人总想着靠颜值、靠流量出圈，却忽略了审美和气场的打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花永远只能是小咖，撑不起顶流资源。顶级的时尚气场从来不是临时包装出来的，而是日复一日的自律，长年累月的沉淀。很多人看完这场活动后，把焦点放在比例失衡、礼服翻车、状态下滑这些评价上，但如果认真看完整场活动，我反而觉得赵丽颖才是最能证明什么叫做真正明星质感的人。首先，这次所谓的比例失衡，其实更多来自礼服版型和拍摄角度。赵丽颖选择的是纪梵希2026秋冬系列黑色蝴蝶结调带露背长裙，整体设计本身就是偏极简风格，没有夸张的肩部设计，也没有高腰线去刻意拉长腿部比例，因此在部分媒体生图里，会让身材比例显得没有传统红毯礼服那么修长。但换到活动现场的视频、动态镜头来看，它整体仪态依旧十分舒展，尤其转身时背部线条流畅，完全撑起了礼服想表达的高级感。真正决定一位艺人是否高级，从来不是一张抓拍。王颖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这次最大的遗憾并不是长相，而是造型没有扬长避短。牛仔材质本身就偏厚重，而她骨架纤细，少女感强，两者碰撞之后反而削弱了原本的优势。高清镜头下，服装质感也没有达到高奢活动应有的精致度，因此整体显得略显普通。其实很多新人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拥有漂亮的脸只代表拿到了进入时尚圈的门票，
但真正决定能否留下来的是审美、搭配能力以及对自身特点的理解。相比之下，丁香园则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作为第一次踏上高奢活动的年轻运动员，他身上的青春感和健康气息确实十分突出。长期训练带来的挺拔体态、流畅腿部线条，让学院风造型显得十分自然。虽然面对镜头还有些拘谨，不太会摆姿势，也缺少娱乐圈艺人的镜头经验，但这种未经修饰的青涩，反而成为不少观众眼里的亮点。经验可以慢慢积累，气质却很难复制。而真正把整场活动气场拉满的人，还是压轴出场的赵丽颖。很多网友争论她是不是发腮了、脸圆了，没有以前那么瘦了。但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就会发现，这恰恰是她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早年的赵丽颖，为了拍戏长期保持极低体脂，脸部轮廓十分明显，有时候甚至因为太瘦而显得疲惫。如今脸部多了一些胶原感，体态更加健康，肩背肌肉线条清晰，站姿挺拔，没有一味追求娱乐圈流行的白瘦幼。这种变化也许不会让所有人第一眼惊艳，却越来越耐看。真正成熟的女性魅力，本来就不是只有尖下巴和纸片身材。尤其现场视频里，她举手投足都非常放松，没有过度营业，没有刻意摆拍，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多年沉淀之后形成的自信。这种从容，是很多新人即便拥有更年轻的年龄，也暂时难以具备的。其实，每一次大型品牌活动，都像是一场公开考试。有人输在造型，有人输在经验，有人输在气场。而赵丽颖能够连续多年稳坐品牌压轴位置，并不是因为一次妆造特别成功，而是因为她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辨识度。观众看到她，不会只关注裙子漂不漂亮，而是会自然把目光停留在她整体散发出来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明星价值。当然，也要承认，这次造型并非毫无争议。法式短刘海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部分角度确实容易放大脸部轮廓。极简礼服也不像传统高定那样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因此有人觉得不够惊艳，这是很正常的审美差异。但争议恰恰说明，它依旧拥有极高的话题度。一个真正的顶流，从来不是所有人都说好，而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他始终都是讨论中心。看完整场活动，我最大的感受反而不是谁赢了红毯，而是娱乐圈越来越证明了一件事：颜值可以吸引目光，造型可以制造热搜，但最终能够留住观众的，还是一个演员多年积累出来的气质、作品和底蕴。赵丽颖如今带给人的吸引力，已经不再只是当年那个甜美少女，而是一位经历了角色磨练、事业起伏和人生变化之后，依然能够从容站在聚光灯下的成熟演员。这种由时间沉淀出来的力量感，比任何一件华丽礼服都更有说服力。复婚生子传闻真相大白，赵丽颖高调官宣喜讯，冯绍峰的话有人信了。前沿娱乐圈里的谣言，似乎永远不会真正消失。一阵风波刚刚平息，新的传闻又会悄然冒出来，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赵丽颖来说，这些年经历的舆论风浪，放在普通人身上或许早已难以承受。复婚猜测、二胎传闻、莫名其妙的感情绯闻，每一条单独拎出来，都足以霸占热搜多日。但令人意外的是，她并没有被这些声音拖垮。相反，在外界议论纷纷的时候，她依然保持着稳定的节奏，一步接一步地拿出有质量的作品。当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后，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传言，反倒显得格外苍白。人们不禁开始思考，赵丽颖究竟凭借什么，能够在一次次舆论风暴中站稳脚跟？那些造谣的人，胆子真的很大。提起围绕赵丽颖出现的各种谣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些甚至荒唐到让人难以相信。
其中持续时间最长、传播范围最广的，莫过于反复出现的复婚生子传闻。这场闹剧的起点非常离谱，某些营销账号仅因为赵丽颖曾在公开场合穿过一件版型宽松的长裙，就开始大肆猜测她已经怀上2胎。不仅如此，他们还顺势编造出复婚、重新举办婚礼等一系列剧情，甚至加入大量所谓细节，让整个故事看起来像模像样，仿佛真的有人掌握内幕消息。然而，这类谣言的制造方式其实早已成为娱乐圈里的固定套路。找到一张模糊的街拍照片，一件宽松服装，一次偶然同框，然后通过想象不断填充细节，最终包装成一个看似完整的故事。流量时代，真假有时候并不是传播的关键，能不能制造讨论才是。这些账号抓住了大众对于赵丽颖私人生活的关注心理，把猜测包装成新闻，把流量转化成收益，却很少真正关心事实究竟是什么。随着话题不断升温，谣言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而当事人想要澄清，却往往需要付出比谣言本身更大的成本。赵丽颖工作室最终选择公开发布声明，态度非常明确，没有模糊表达，也没有留下所谓想象空间，直接针对复婚、怀孕、补办婚礼等不实信息逐条回应。声明发布后，相关造谣账号也受到了平台处罚。这次回应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辟谣，更像是一次主动划清界限。长期积累的负面传言已经对公众认知产生影响，而工作室选择在合适节点出手，也体现了对舆论环境的判断和处理能力。2021年那场离婚，网友比当事人还难接受。2021年，赵丽颖和冯绍峰宣布离婚，这个消息来得突然，瞬间引发全网关注。当时很多观众还沉浸在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剧情里，对顾廷烨和盛明兰这段感情记忆深刻。荧幕中的夫妻形象深入人心，当现实中的两人宣布分开时，很多人第一反应甚至是不敢相信。不少观众曾经认为，既然两人在戏中有那么深刻的情感呈现，现实里或许也能够拥有长久稳定的关系。但现实往往不会按照观众期待的剧本发展。婚姻中的问题，外人永远只能看到表面，镜头前的甜蜜，公开场合的互动，都无法代表两个人真实的生活状态。真正经历其中的人，才知道彼此之间发生了什么。离婚之后，两人的发展轨迹逐渐出现明显差异。赵丽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事业当中，持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不断推出新的作品。而冯绍峰之后的公开曝光相对减少，事业动态也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受到关注。这种反差被娱乐媒体不断放大，逐渐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在孩子的陪伴和抚养方面，据外界观察，两人的合作一直保持着相对正常的状态。曾有路人拍到两人一起参加孩子学校活动，或者共同带孩子外出游玩的画面。这些原本非常普通的共同育儿场景，却被不少网友解读成了复合信号。很多人开始猜测，两个人是否会因为孩子重新走到一起。但实际上，离婚后的父母共同陪伴孩子成长，本就是一种责任，与感情复合并没有必然联系。外界往往容易把自己的情感期待投射到明星身上，将正常行为解读成特殊信号。赵丽颖和冯绍峰早已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所谓复合传闻，更多时候只是旁观者的一种美好想象。白玉兰那个夜晚，她坐在台下的样子让很多人心疼。2023年，赵丽颖凭借《风吹半夏》中的精彩表现，获得白玉兰奖提名。对于演员来说，入围重要奖项本身就是一种认可。按照颁奖典礼流程，提名演员通常会通过现场播放片段展示自己的表演实力，让评委和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角色魅力。赵丽颖团队也精心选择了一段情绪爆发力极强的戏份，
希望能够充分展现她在角色塑造上的能力。然而，意外发生了。当大屏幕播放她的片段时，呈现出来的并不是那场最能体现演技层次的戏，而是一段剧中她面对镜子涂口红的生活化场景。这段戏本身并没有问题，在剧情中也有存在意义，但放在一个强调演员表演能力的颁奖现场，它显然无法充分体现赵丽颖的表演深度。镜头转向台下时，赵丽颖的表情透露出明显的意外和失落。虽然现场流程很快，这个瞬间没有立即引起太多关注，但后来相关视频在网络上重新传播，很多观众才注意到那个细节。很多人替她感到遗憾，她明明凭借扎实表演获得提名，却因为现场播放环节的偏差，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完整展示自己的实力。这个瞬间也成为后来不少人回忆《白玉兰之夜》时提到的遗憾。绯闻来了又去，他团队的处理方式很稳，在复婚生子传闻尚未完全平息时，赵丽颖又被卷入另一场感情风波。这一次涉及的对象是导演赵德胤，两人因为工作产生交集，在一些公开场合出现过。部分营销账号将这些零散画面整理出来，再配上一些带有暗示性的标题，开始炒作两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这种操作在娱乐圈并不少见，工作合影、聚餐同框、同一地点出现，这些原本正常的职业交流，被经过重新排列和包装后，很容易被引向某种预设结论。赵德胤本身在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因此相关话题迅速获得关注，甚至登上热搜，引发大量讨论。不少网友开始关注这段所谓的关系，评论区一度热闹异常。但随着进一步了解，两人的关系被证实只是正常工作合作，并不存在外界猜测的私人情感纠葛。这场风波从产生到消散并没有持续太久，但网络留下的讨论痕迹却持续了一段时间。赵丽颖团队面对这类事件时，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处理方式，没有为了热度频繁回应，也不会轻易跟随舆论节奏。当事情确实造成误导时，会及时澄清。如果只是普通猜测，则选择保持沉默。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低调，却往往比反复解释更有效。一部戏一部戏往上走，他用作品说话。如果暂时放下那些争议和传闻，只看作品本身，赵丽颖这些年的成长轨迹其实非常清晰。早期凭借《花千骨》走红，她获得金鹰观众喜爱女演员奖。那个时期，外界对于她的评价更多集中在人气和外形上，流量演员的标签也一直伴随着她。但随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播出，这种印象开始改变。古装正剧对于演员的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外在表现，更需要人物理解和情绪表达。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让越来越多人看到她在表演上的投入，也再次获得相关奖项认可。真正让业内重新认识她的，是《风吹半夏》。剧中的许半夏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创业女性，她有野心，有韧性，也有复杂的人性层次。这样的角色，单靠外貌和明星光环无法支撑，需要演员真正理解人物内心。赵丽颖通过这部作品完成了一次重要转型，也凭借该剧获得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新作品《小城大事》中，她饰演扎根基层的女镇长李秋平。为了贴近角色，她选择素颜出演，主动放下明星形象，让人物更加真实。剧中涉及淋浴、扛沙袋、走访村民、调解矛盾等大量戏份，她都亲自完成，没有依赖替身。对于一个已经拥有足够行业地位的演员来说，她完全可以选择更轻松的方式，但她依旧选择投入。正因为这种坚持，她再次获得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如果最终获奖，她将迎来第3座金鹰视后奖杯。目前，她已经拥有金鹰女神、观众喜爱女演员、最佳女主角等多项荣誉，在金鹰奖历史上也属于成绩非常突出的女演员。
许多人评价，这并不是赵丽颖需要金鹰奖证明自己，而是她的入围让奖项本身拥有了更高关注度。冯绍峰当年那句评价，越来越像是说对了离婚之后，冯绍峰曾公开表达过类似观点。赵丽颖对事业投入非常深，演戏在她人生中占据重要位置。当时这句话被很多人理解成一种隐含的抱怨，甚至被部分媒体用来分析两人关系变化的原因。但多年之后再回头看，这句话似乎有了另一种意义。赵丽颖离婚后的发展轨迹，证明了她对于表演的专注。面对各种私生活风波，她没有选择利用感情话题制造热度，也没有靠争议维持曝光，而是一次次回到剧组，回到角色当中。那个曾经被描述为事业心很强的赵丽颖，如今依然站在作品面前。事业心强并不是缺点，恰恰是这种近乎执着的坚持，让她能够在一次次舆论风浪中保持自己的方向。一个人真正热爱的事情，最终都会通过时间留下痕迹。角色不会说谎，作品也不会骗人。如今再看冯绍峰当年的评价，很多人才开始真正理解其中含义。3座金鹰奖杯的重量，或许就是对这份坚持最好的回应。结语：赵丽颖一路走来，谣言从未真正停止，绯闻也总是一轮接着一轮出现。但时间最终会筛选出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些复婚传闻、感情猜测，终究只是短暂的网络话题。工作室可以澄清，账号可以被处罚，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他塑造过的一个个角色。金鹰奖提名名单上的名字，是对他多年努力最直接的认可。关于他的私人生活，外界可以有各种猜测，但作品始终摆在那里，不会被流言改变。冯绍峰曾经说过的话，如今越来越多人理解，演戏才是赵丽颖真正珍视的事情，而这一点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赵丽颖这些年经历的风风雨雨，确实让很多一路关注她的观众感慨万千。每隔一段时间，关于她的感情生活总会出现新的传闻，复婚、二胎、恋情，各种版本层出不穷，甚至不少谣言编得有鼻子有眼，让不了解情况的人一时间真假难辨。但真正静下心来看，就会发现，这些年来唯一没有改变的，始终是赵丽颖对表演的坚持。每次看到网上有人因为一张照片、一件宽松裙子，甚至一次正常的同框，就开始推测她已经复婚、生子，我都会觉得，如今的流量时代，造谣的成本真的太低了。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猜测，经过营销号不断加工，就能迅速演变成所谓的内幕消息。可真正受到影响的，却是当事人的生活和名誉。好在赵丽颖工作室最终用正式声明回应了所有不实传闻，也让那些持续炒作谣言的账号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对于公众人物来说，事实澄清并不是害怕争议，而是在维护最基本的事实。其实回头再看2021年赵丽颖与冯绍峰宣布离婚，当时很多观众比他们本人还难接受。毕竟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受塑造的顾廷烨和盛明兰太深入人心，许多人希望戏里的幸福能够延续到现实。但现实终究不是电视剧，婚姻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才最清楚。离婚以后，两人依然共同承担着孩子的责任，也曾被网友拍到一起陪伴孩子成长。可共同育儿并不意味着复合，这本就是成熟父母应有的担当，却一次又一次被外界解读成所谓复婚信号，多少让人有些哭笑不得。这些年，赵丽颖最让我佩服的一点，就是她从来没有让自己的事业节奏因为外界舆论而被打乱。别人讨论她的感情，她却在剧组拍戏；别人热衷分析她的私生活，她却不断挑战新的角色。从花千骨的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盛明兰，再到风吹半夏的许半夏，每一次转型都能让人看到她不同的一面。尤其是风吹半夏，她把许半夏那种坚韧、果敢、
又带着复杂人性的女性形象演绎得十分真实，也让越来越多观众开始真正认可她作为演员的实力，而不仅仅是一位拥有高人气的明星。后来看到她为了小成大事主动素颜出演，放弃精致妆容、淋浴、扛沙袋，深入基层体验角色时，我忽然觉得这才是一个演员最可贵的地方。她并没有因为已经拥有足够高的人气和奖项，就选择轻松舒适的路线，而是依旧愿意为了一个角色放下偶像包袱，让自己真正融入人物。这样的坚持也让她再次获得重要奖项提名。这份认可并不是偶然，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慢慢积累出来的。很多人至今仍然对白玉兰那一晚记忆犹新。当赵丽颖的表演片段没有播放最能体现演技的那场戏，而只是播放了一段相对平淡的生活化镜头时，不少观众都替她觉得遗憾。镜头扫到她坐在台下时，那一瞬间的神情，确实让很多喜欢她的人心里不是滋味。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完全有能力用更具感染力的表演打动更多人。可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因为一次遗憾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投入下一部作品，把所有的不甘都留给时间去回答。后来围绕导演赵德胤的各种所谓恋情传闻，其实也是类似的套路。正常合作、公开活动、工作交流，被一些账号刻意拼接之后，就变成了吸引流量的话题。幸运的是，随着更多事实浮出水面，这些猜测最终不攻自破。赵丽颖团队一直以来处理舆论的方式都比较克制，不会为了热度天天回应，也不会被网络节奏牵着走。真正涉及原则问题时，他们会坚定澄清。普通的无端猜测，则交给时间慢慢证明。这样的态度反而比频繁解释更加成熟。至于冯绍峰当年曾说过赵丽颖是一个事业心特别重的人，如今回头再看，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当年不少人把它解读成婚姻失败的原因之一，可这些年赵丽颖的发展轨迹却恰恰印证了她对演员这份职业近乎执着的热爱。她没有借助离婚制造话题，没有利用绯闻增加曝光，更没有沉迷于流量，而是一次次回到片场，用角色证明自己。对于真正热爱表演的人来说，镜头前的每一个角色远比网络上的各种留言更有意义。所以比起关注他是否复婚、是否恋爱、是否生二胎，我更期待看到他未来还能带来哪些新的角色。因为时间已经证明，谣言终究会过去，热搜也终究会被新的话题取代，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永远都是作品。赵丽颖这些年的成长，不只是从一位高人气演员成长为实力派，更是一种始终坚持初心，不被外界声音左右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她真正想要守护的从来不是某个话题，而是演员这两个字所代表的责任与热爱。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